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老师，欢迎回到本期的嘉生红丝竹音乐。我们在2023年的7月，曾经在频道简易的讲解过五声音阶的重要性。当时候的影片引起了热烈的回响哦。我们就再以五声音阶作为主题来做进阶的了解吧。初学二胡的琴友最常也最快接触到的音阶排序，从哆开始到高音哆。这个排列顺序是哆、瑞、咪、发、嗦、拉、西、哆。这种排序其实就是7声音阶，由7个音组合而成的就是7声音阶。5声音阶就是利用5个音所组合而成，分别是哆、瑞、咪、嗦、拉。其中的发跟西这2个音可能是完全没出现，或者是比较少出现哦。老师我去日本旅游的时候，觉得日本乐很好听其实日本音乐的音阶排列也是5个音组成的哦。那不就是日本的5声音阶吗？其实5声音阶并不是只有中国独享的啦。当我们都已经知道5声音阶后，就可以开始将这5个音分别的排列在常用的6个调。并且这边特别注意一点，希望大家能够将内外弦都排列到第3把位哦。我们可以先从最简易的第1调来排列，内弦从哆开始排列到第3把位的高音嗦，外弦从空弦的嗦排列到第3把位的高音2点哆。接下来我们就拿起胡琴开始顺拉一次吧。这边吴老师要提醒大家，练习5声音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是不是有演奏到发跟西这2个音哦，不可以无脑练习，正确度永远是最重要的哦。既然都已经练习过低调的5声音阶，那不如也把G调的5声音阶也来排列一次吧。一样从内弦低音嗦开始排列，到第3把位高音哆。接着把外弦空弦的 Re 一路排列到第3把位的高音嗦。我们一样拿起胡琴来练习一次吧。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因为有换把的关系，一定要注意是不是有拖拍或者是延迟。这时候就必须要拿节拍器来校对哦，才能理解自己的左手换把是不是正确。这边吴老师教大家一个练习的小技巧。我们可以在每次换把的音前面多加一个节拍，让自己在换把的时候有更多的时间。等到自己的左手非常熟练换把的动作或者按指的位置，就可以将这个节拍取消哦。聪明的你应该会发现，内弦的第2把位到第3把位是不是演奏起来特别的生疏呢？没有错，那就是因为太少使用这边的把位跟指法，也会导致我们的反应下降哦。无论练习哪种音阶或调性，吴老师都建议要练习内弦的部分哦。在刘天华先生的10大名曲中《光明行》是一首老少咸宜的乐曲，整首乐曲充满了浓浓的进行曲风味，让人精神奕奕不过在第2段落中你一定会发现使用的G调的第2把位及第3把位，对于才刚接触到这首乐曲的琴友一定会有难度哦。吴老师教你归纳及统总，你应该会发现第2段的G调是由5声音阶为主，而且全部的指法都是内弦，所以你就应该把G调的5声音阶多多练习。那这一段落你就可以更顺畅的演奏哦。老师为什么演奏家都那么厉害？他们的眼睛看得谱，左手就可以自己跑跑，音也很准啦，是不是他们的琴比我贵的关系呢？不是哦，是因为演奏家经常的去练习音阶，而且还要求自己不能够看把位，要靠耳朵去鉴别音准。原来是这样那真的有点难度那我的琴就不用买更贵的咯。其实等级比较高的乐器到第3把位，乐器的音色
跟音量，能够帮助演奏者发出更好的声音哦。除了 G 调5声音阶之外，还有低调的5声音阶哦。用心的观察，你应该会发现 G 调跟低调的音基本是一致的哦，而且指法居然也几乎一样，只有在句子尾巴有一些不同而已哦。有了这样的了解，那在背谱上面是不是也简单许多呢？10大名曲中的竹影摇红，就是另外一首 G 调的5声音阶乐曲。我们可以在整首乐曲中发现从头到尾几乎都是5声音阶的组合而成。当然，除了第4段落出现的发这个音，不过也因为这个音出现的缘故，所以第4段整体感觉跟其他动物有比较大的区别感哦。在竹影摇红中外弦音阶的排列到第4把，所以想要拉好这首乐曲，必须要学习 G 调5声音阶到第4把位哦，否则乐曲的第3段落就会变成没有办法演奏啊。讲到这边，我们就拿起胡琴，把 G 调5声音阶从外弦空弦的 Re 一口气练习到第4把位高音2点哆吧。老师啊，原来10大名曲用了这么多5声音阶为主的作曲手法。对啊，刘天华先生真的非常厉害啊。那我现在才知道，会不会太晚了？当然不会，知道总比不知道好吧。独弦操绝对是5声音阶内弦的大作，整首乐曲都只有用内弦来演奏，对于学习者绝对是技巧的堆叠及展现哦。整首乐曲虽然有出现西这个音，但仅出现9次哦。要学习这首乐曲的琴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，胡琴传统把位是5个把位，独弦操从内弦空弦低音收，一路使用5声音阶向下换把到第5把位高音2点哆，所以整体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曲子。吴老师这边建议大家，如果想要学习独弦操，那就要有把 G 调5声音阶闭着眼睛拉好音准的想法哦，这样在学习的过程会更顺利哦。从5声音阶再到刘天华的10大名曲，是不是觉得5声音阶特别重要呢？如果以前没有意识到的琴友，赶快拿起你的胡琴来练习吧。我是吴老师，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加深红丝竹音乐见面喽。